很多人以为她是个高冷的姑娘，走红毯的时候不爱笑，被拍到的时候总是一副冷淡的表情，甚至有人说她翻白眼的次数比说话还多。这些标签跟了王楚然整整好几年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，真相完全不是这样的，答案藏在一副度数越来越深的眼镜背后。王楚然1999年出生，这2年是娱乐圈里话题度很高的年轻演员之一。他正在播的新剧《吃人之爱》跟张凌赫搭档，民国背景，服化到很精致，两个人的化学反应也被观众夸了又夸。事业正处在上升期，本该是顺风顺水的时候。可就在最近一次采访里，他随口说出的一个数字，却让他意外冲上了热搜。他说自己的近视度数已经700多度了。主持人当时可能只是想问问他平时怎么保护眼睛，没想到王楚然接下来的话让整个采访的气氛都变了。他说去年复查的时候度数还在600度左右，他一直以为人成年之后眼睛度数就会稳定下来，不会再长了。可这次复查直接飙到了700多，短短1年长了100多度。他当时的原话是挺吓人的。这句话看似平常，但真正让评论区炸开的不是这个数字本身，而是紧跟着他说出的另一件事。这件事牵出了他这些年一直被误会的一个真相。先说说度数为什么长得这么快。王楚然自己复盘过，原因其实挺生活化的。他习惯侧躺着玩手机，还喜欢关灯之后继续刷屏幕。这些习惯很多人都有，包括正在看这条视频的你我。他说自己因为这个没少被妈妈念叨，妈妈甚至开玩笑说他是不是要把手机吃了才肯放下。这段自嘲让不少网友直接破防，因为大家突然发现自己好像也在重复同样的错误。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真正让人意外的是王楚然接下来描述的一种感受。他说眼睛看不清楚的时候，耳朵好像也听不见了。摘掉眼镜之后，他的视线是一片模糊的，别人在不远处跟他打招呼，他经常完全没有反应，好像连听觉都跟着语 quote 详频语 quote 了一样。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开玩笑，但对高度近视的人来说，这其实是最真实的日常。700多度是什么概念？不戴眼镜的情况下，他连迎面走来的人是男是女都要靠猜。而这恰恰就是这些年一直缠着他的那个误会的源头。这些年关于王楚然的负面评价一直没断过。有人说他耍大牌，路过熟人不打招呼；有人说他表情管理有问题，总是一脸不耐烦的翻白眼；还有人说他高冷不好相处。这些标签像贴纸一样，一层一层贴在他身上，甩都甩不掉。如果你也曾经因为一件小事被贴上一个完全不属于自己的标签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今天这个故事。真相是什么呢？真相是他根本看不清对面的人是谁。视野一片模糊的情况下，别说打招呼，他可能连对方的轮廓都对不上号。那些被解读成语 quote 耍大牌语 quote 的擦肩而过，其实只是因为他真的没认出来。而语 quote翻白眼与 quote 这个标签背后的原因更让人意外。为了在镜头前保持好看的状态，王楚然一直强迫自己不去眯眼，因为高度近视的人很容易下意识眯起眼睛看东西，但这个动作拍出来并不好看。于是他选择反过来，尽量瞪大眼睛去聚焦画面。可这个努力聚焦的表情，落在别人眼里却成了与 quote 不友好与 quote 与 quote 爱翻白眼与 quote。他越是想维持好的镜头状态，反而越容易被误读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是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带来的干眼症。因为拍戏需要，他几乎每天都要戴很久的隐形眼镜，眼睛干涩，频繁滴眼药水，不自觉的眨眼，这些动作也曾经被外界解读成情绪不好、不耐烦。没有人告诉过大家，这背后其实是身体在硬扛。评论区告诉我，如果换成是你，长期被这样误会，你会选择站出来解释，还是选择沉默？那他为什么不去做近视手术，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呢？这也是采访里被问到的一个问题。王楚然给出的答案出乎很多人的意料。他说，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《死神来了》，里面有一个跟眼睛手术相关的情节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，直到现在都没能完全克服。除了心理上的顾虑，
他的工作性质也是一个现实问题。演员的通告很密，近视手术之后需要一段时间恢复和保养，很难保证有完整的空档期。两个原因叠加在一起，他暂时还没有把手术提上日程。这段坦白把整件事从一个与 quote 明星八卦与 quote 变成了一个更贴近普通人的故事。原来那个在镜头前光鲜亮丽的人，私下里也在为一副眼镜、一双干涩的眼睛而烦恼。原来那些看起来高高在上的冷淡表情，背后可能只是身体在提醒他，你该歇一歇了。很多人在看到这条新闻之后，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。原本对他有意见的网友开始留言说与 quote 原来是这样，之前是我误会了与 quote。也有不少同样高度近视的人跑来分享自己的经历，说自己也经常因为看不清认错人，也经常被说表情冷漠，那种被理解的感觉让评论区变成了一场小型的共情大会。这件事说到底戳中的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，我们太容易用一个瞬间的表情去给一个人下结论，可我们看不到的是，那个表情背后可能藏着一副度数越来越深的眼镜，一双因为工作而干涩发红的眼睛，还有一个不敢轻易做手术，只能咬牙扛着的普通人。镜头之外的王楚然，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完美，也没有我们误解中那么冷漠。他只是一个正在被生活里的小毛病困扰着的普通人，恰好他的工作需要他时刻站在聚光灯下，被无数双眼睛打量和评判。其实，明星和普通人的区别，从来不是谁不会生病、不会疲惫、不会焦虑，而是在于普通人的脆弱可以藏在日常生活里，而明星的每一个细节都会被无限放大，甚至成为外界定义他们的标签。很多人习惯透过荧幕去想象一个人，却很少意识到镜头之外的他们同样会因为身体的不适、工作的压力，甚至一句无心的评论而感到无奈。正因为如此，当王楚然愿意主动分享这些生活中的真实状态时，反而让人看到了一个更加鲜活、更有温度的人，而不是那个永远精致、永远没有缺点的明星形象。这大概也是这次分享最打动人的地方，他没有回避，也没有找借口，而是坦坦荡荡地把这些不完美说了出来。这份坦诚比任何精心设计的人设都更让人愿意相信。在如今这个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，越来越多人习惯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，久而久之，真实反而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。而王楚然的分享没有刻意制造话题，也没有试图博取同情，他只是平静地讲述自己的经历，却意外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。因为大家忽然发现，原来那些站在聚光灯中央的人，也会有和普通人一样的烦恼，也会因为生活中的小问题而感到困扰。或许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，从来不是毫无瑕疵的完美，而是敢于接受不完美，依然真诚面对生活的勇气。这种真实，比任何包装出来的光环都更加珍贵，也更值得被记住。希望他能早点找到眼睛的答案，也希望屏幕前的你，看完这期视频之后，能想起来把手机放下，让眼睛歇一歇。我们下期见。